在美国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的保险库里锁着一本用上等牛犊皮质制成的古书，它的编号是 MS408， 书页上写满了由左至右排列整齐的流畅字迹，全书共计17万个字迹，这文字量相当于一本现代中篇小说，至今仍未被人类完全破译。面对这本被称为伏尼契手稿的神秘书籍，即使是当时最顶尖的解码专家也束手无策。我们将探索这份手稿5个世纪以来的解密历程，这不仅测试人类智慧的极限，也考验 AI 时代的演算法能否解开这把双面锁。欢迎回到暗史档案，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被时间遗忘的故事。今天要说的叫伏尼契手稿。1912年，意大利的一座古老建筑里，微弱的光线照在满是灰尘的旧书堆上。波兰裔美国书商威尔弗雷德·伏尼契站在书架前，手里正翻阅着一本大约240页的残缺古籍，厚度相当于一本普通的笔记本。牛犊皮纸的触感与装订方式散发着中世纪的独特气息，鹅毛笔在纸上留下的墨迹依然清晰，但书中那由20到30种不同字母构成的系统却让他毫无头绪。伏尼契当场买下了它，这本神秘的古书也因此被后人冠上了他的名字。科学家后来利用放射性探定年法检测了这些牛犊皮纸的真实年龄，数据显示它成书于15世纪初，目前已知大约落在年份1404到1438年之间。那个时期人类还没有发明现代意义上的复杂加密系统。书中大约35000个长短不一的词汇，数量庞大，成功挡住了所有窥探的眼睛。翻开这份手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量奇异且无法解释的插图。学者将整本书大致划分为6个篇章，包括草药、天文、预疗、宇宙论、医药和配方。每一篇的风格与主题都截然不同，而且图画上的彩色部分明显是后期才补上去的。在天文章节里，纸上绘制着12幅黄道12宫的星象标记，每个星象符号周围都密密麻麻地画着大约30个裸体女子，她们环绕着中心，每个女子的手里都捧着一颗标有名称的星星。到了预疗章节，插图变成了裸体女子在水池或水盆中洗澡的画面。这些水池用管子连接成复杂的网状系统，里面有些女子的头上甚至还戴着皇冠。而在宇宙论章节中，有一页向外扩展成6页的巨大折叠图，图上画着9座用铺道连接起来的岛屿，岛上错落着城堡，角落还画着一座火山。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仿佛在记录着一个真实存在却不为人知的世界。自从手稿现世以来，无数专业和业余的密码员都试图从里面找出规律。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成功破解过敌军最高机密的英美顶尖解码专家也积极研究过这本书。他们原本以为这只是某种中世纪的古典密码。这些曾在战场上破解敌军机密的专家，面对这份手稿时未能破译出只字片语。专家们发现，手稿的语言与任何已知的欧洲语言都不太相似，它的词汇长度和字母分布非常独特，段落之间也没有明显的标点符号。文本里的重复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欧洲语言，而且总词汇数目相对较少。面对这种毫无头绪的情况，学界出现了一种悲观的假说。有学者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密码，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作者可能只是为了解决财务问题，利用一种叫做卡登格的工具，在精美的插图旁填上毫无意义的文字来骗钱。毕竟，制造一个看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毫无逻辑的假文本，比创造一种新语言容易得多。这个骗局假说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语言学家对手稿文字进行了严密的统计分析，他们发现这些字迹的排列规律与真实的自然语言高度一致。
书中词汇出现的频率完美符合语言学上的齐夫定律，也就是说，最常出现的词与次常出现的词，它们的比例关系与人类日常说话的规律如出一辙。此外，手稿文本的商值也与英语或拉丁语非常相似。你以为它是无解的古老密码，但证据指向它可能只是某种模糊的自然语言，等待被正确的钥匙解锁。既然是自然语言，那它到底属于哪里？有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书中绘制的303种植物。经过仔细比对，有学者相信里面至少有37种是生长于中美洲的物种。这个发现衍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手稿可能使用的是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印第安各族所使用的纳瓦特语。这又带来了时间与地理上的巨大矛盾。手稿的探定年结果落在15世纪初，当时的欧洲人根本还没有大规模接触中美洲，这本书怎么可能记录下遥远大陆的特有植物与语言？另一派学者则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英国语言学教授史蒂芬·巴克斯提出，这本书其实源自亚洲。他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大自然的书籍。巴克斯声称自己利用闪米特语系中的阿拉伯语，成功破译了手稿里面的10个单词。这个成果立刻引来了反对意见。反对者指出，巴克斯在解读过程中强行更动了很多字母来符合他的学说，而且他的语法解释完全不符合当时通用的拉丁缩写规则。传统的语言学与密码学似乎又一次陷入了死胡同。直到人工智慧技术的应用，为这场长达500年的追逐战提供了新的工具。在加拿大艾波塔大学的实验室里，荧幕上的进度条正在飞速跑动。研究员葛雷格、康达拉克和布莱德利·哈尔将伏尼契手稿的文本输入了他们开发的人工智慧演算法。系统开始在庞大的语言资料库中进行交叉比对与运算。几个小时后，演算法给出了一个具体的结论。分析显示，手稿里面高达80%的文法竟然符合希伯来文的语法结构。这也是目前已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机器的算力在手稿与已知语言之间建立起这么高比例的关联。团队乘胜追击，试图让 AI 翻译出手稿的第一行话。经过高速运算，荧幕上终于输出了一句人类可以勉强理解的句子。这似乎证明了隐藏在手稿背后的确实是一种变异过的希伯来语。这个进展很快遇到了挑战。语言学家很快发现了 AI 翻译的明显缺陷。机器翻译出来的希伯来文读起来语气非常不顺畅，整个文本显得非常杂乱，缺乏自然语言该有的流畅感。更糟糕的是，翻译结果里面出现了太多重复的字符。专家评估后认为 AI 目前的演算法可能只能勉强辨识出一些名词，它完全无法还原出完整的句子，更别提翻译整本书了。机器的逻辑虽然强大，却依然无法跨越这道500年前筑起的语言高墙。伏尼契手稿就像一面镜子，它不仅映照出中世纪那个充满神秘与未知的世界，也映照出现代科技在面对人类历史深渊时的极限。那些精美的星象图、奇异的沐浴女子，依然静静地锁在耶鲁大学的保险库里。50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依然不知道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是谁。有人推测作者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2世的私生子，但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定论。也有人怀疑是罗吉尔、培根或约翰·第一留下的密码，同样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知道作者究竟是想向后人传递某种失落的知识，还是仅仅开了一个嘲笑全人类500年的恶劣玩笑。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更先进的演算法能彻底解开这个谜团。又或者，这份手稿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们已知的任何一种语言体系，它的秘密或许就是永远不被解开。
当你在凝视那些流畅却无法阅读的字迹时，那些字迹其实也在凝视着你。这场跨越5个世纪的捉迷藏显然还没有结束。福尼弃手稿的真相依然等待着下一个敢于挑战他的头脑。每一页未解的牛犊皮纸都在挑战着人类对过去的认知。历史从来不是一本写死的天书，而是一块充满空白的拼图。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剩下的真相藏在那些没有人能读懂的字里行间。如果您喜欢这类深挖历史谜团的故事，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按赞这支影片。有您的支持，我们才能继续把这些被埋藏的真相从时间的灰烬里挖出来。